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琳。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一党专政这件事情，我想对大家来说，一定是特别在很多相对应的谈中国的议题的节目会来做一些讨论哦。当然，在台湾，在整个发展的部分朝向民主制度，我们讲民主政治是普世价值，是这个我们谈到的政党政治可究责，然后透明，然后基本上来讲可轮替，但很多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哦。当然，中国到现在相信一党专政，认为更好。相信一党专政有许多的说法啦，当然有其中一个说法，我最不能接受之一的就是说啊，这个中国这么大，如果没有用我们这样的方法来管制，若不是一党，那不是乱了吗？我们是为了全中国百姓人民的好啊，所以我们才要用一党专政。我说这个骨子里不是就是看不起中国人民吗？如果没有用重点来惩罚，没有用高压来统治的话，中国就会混乱。真的这样吗？一党专制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好好来做一些讨论哦。我觉得也让大家更清楚一下这问题的一个本质哦。那我们开心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评论员，也就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也是我们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我们明居正教授。明老师你好。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了，你过去在节目也提到了，当然大家很喜欢说嘴啦，因为有时候拌嘴像小孩子一样，就是那你们也怎样？因为像我们在骂这个中国很多没有人权啊，没有言论自由，说那你们不也一样？你们也关了什么台，做了什么东西，总好像拿来说台湾也没有比较好，你们民主不也是乱象？老师，你觉得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当然，现在民进党没有到达这个一党专政的地步，远远不到了。他毕竟国民党一天到晚可以骂他。我们会讲过，我们说，就是从外形来看呢，很多国家只有一个政党，但并不是说只有一个政党呢，真的去叫一党制，它不是单纯用数目来看的。那么也就是说，很多国家的政党制度或政党的表象看起来外形相似，但内涵完全不同。共产党、国民党很不一样，然后国民党跟土耳其过去的一党，跟墨西哥的一党，乃至跟现在的新加坡一党呢，也很不相同。那有人听到话就不太服气，说我们过去被国民党欺负很厉害，怎么等等。我说真的还不是很厉害当然这些受苦的人说其实蛮严重，我同意受苦的感觉是真实的。我意就说，真正的一党呢，会比现在还要再苦。但是话说回来，你不能光从表面上政党的数目会决定这个国家到底政治好或坏到什么地步。我举几个例子，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只困扰台湾，美国学界、西方学界呢，过去也困扰过很久。他们的辩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60年代到70年代乃至到80年代的日本，到底是不是一个民主政治？大家说当然是了，怎么不是呢？你看他有选举什么等等，那人家反驳了，日本自民党从1955年一路执政到1993年，至少在1993年，以前大家看不见日本会有变化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日本自民党连续执政多长时间呢？38年。那你说这不是一党制吗？那有人说，可是日本的那个政治，即便是一党这样统治38年，日本好像还是蛮开放的，蛮什么的。那怎么叫一党呢？这个问题呢，不是日本学家提出来的，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美国学者说，那这样的我们怎么归类日本呢？所以大家就拼命想。后来人家问了一个问题，很有趣啊。是一个研究美国政党政治的美国学者，他说：“日本是公平的。”他说：“怎么会呢？”他说：“你看看我们美国的历史，我们美国的政党政治当中，这个民主党在美国南方大概10个州左右，连续选赢多长时间？100年左右。日本才38年，那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自己不民主。那日本才38年，那你为什么就说它不民主呢？大家说有道理。所以看起来呢，美国当然全国是2党，可是地方上的确南方有10个州，什么阿拉巴马、奥克拉荷马这些州呢，连续有超过将近100年上下，基本上是一党，就是民主党选赢了，共和党很难选赢。那到底公平不公平呢？那大家说那怎么办？好。也就是说，我们得区别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一党，那再把国民党、民进党，再把共产党，再把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人民行动党加起来，那你说到底怎么办？
所以我们讲最根本办法就是你要看它是一个平头式平等呢，还是立足点的平等啊。那么这样就牵涉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区别一党呢，不是单看政党的数目，是看它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立足点的公平。是，如果照这样来讲，大家应该很好奇，想问老师那什么叫立足点的这个平衡，跟所谓的立足点的平头的平等，对，就是怎么样是平头的平等跟立足点的平等哦，这大家可能会很好奇，怎么分呢？这个当然这最早是孙中山说的话，但这话要落实到政党竞争上来说呢，我们觉得很准确的看。在政治学里面呢，有各种各样评量民主政治的指标，但是有一个比较简单有力指标，就是说到底在政党在这个国家的政党体系当中是否容许真正的竞争。好，那什么叫竞争？简单说，这个国家比较高的行政跟立法职位是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然后这选举是不是基本公平、公开而定时的？那怎么看是不是公平、公开定时呢？公开看得出来，对不对？定时看得出来。什么叫公平？简单说，在选举当中，小党的候选人能够无所畏惧地反对大党的候选人，不害怕秋后算账。那不论选举结果，那都是公平的竞争。那大家说那怎么行呢？那如果一个家伙连续选赢了，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小时候是学霸，对不对？你从小学1年级到6年级，你都考第1名。你初中、国中你是学霸，1年级到3年级你都第1名，然后高中你又学霸，1年级到3年级都第1名，公平不公平？可能公平，可能不公平，不知道原因。对啊，不公平就是因为你长得太帅了，从小到大每个老师都喜欢你，一看到红你就捏捏脸，哎呀你长得真帅，然后都给最高分，这叫不公平。但如果张宏林真的很优秀，然后每一次呢读书花的力气不多，但每一次我都打败同班同学，我又不作弊，公平不公平？公平，公平，这叫做对，靠自己能力。所以换句话说，把这个观念摆进来，就是在竞争的基础上面，如果大家都是公平竞争的话，有一个党可以连续选赢，那就他厉害，他的本事，是。那么只要容许公平竞争，但我们怎么看公平不公平呢？只要在选举当中，小党候选人不用担心秋后算账，他敢放力的去攻击这个大党候选人，那么选输选赢无所畏惧，那基本上呢，我们就说容许竞争了。好，所以第一呢，我们先建立一个竞争观念。第二，我们要引入第二个观念，就是竞争的程度，竞争到什么地步？我们刚刚讲是容许跟不容许竞争，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在容许竞争当中还有一个程度的差别，是容许完全竞争，就彻头彻尾的竞争，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容许竞争，还是准许部分竞争？好，这是容许竞争。当然还有一种是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在那地方看见都是一个政党，选来选去就是一个政党，然后到没有竞争，但还有2种可能，一种是不容许竞争，根本不准竞争，所以只有一党；第二种就是容许竞争，但是没有竞争，为什么呢？大家觉得说我选不过他，所以免得花力气，我不想花这钱，我不去竞争了，所以看起来没有竞争，也就是你觉得划不来。第二就是不值得竞争，为什么呢？那位置太小，没有意思，我不想去争。所以没有竞争呢，有容许跟不容许。那我们现在讲就是，如果是不容许的话，那当然就是不公平的了。好，先回到你刚刚问的是立足点的平等。立足点平等，我们讲的就是容许竞争，而且完全竞争，这叫立足点平等。那这样讲完之后，我还得说明一点，就是即便容许竞争，你刚刚有点讲得很精彩啊，可轮替。那我们讲的容许竞争，就是即便容许竞争，不保证政党轮替。为什么？你是学霸呀，我就是很好，我就是很好啊。那有学生说不行啊，老师，张宏林每次考第1名，该让我第1名了吧？老师说，可是你分数不如他，他不行，要公平，要轮替啊，第1名要轮替啊，有这道理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公平竞争的话，不保证轮替，但是轮替至少说明说是公平的，但是不轮替不一定不公平啊，这第一个。第二点，我们在政治学上还讲一个什么呢？政党有2度轮替。为什么2度轮替呢？就是譬如说假党执政很长时间，
都没有轮替。有一天一党选赢了，轮替一次了。那么过了几年之后，甲党再度选赢，又回来了，这叫做2度轮替，2次轮替。两次轮替的意义在哪里呢？2次一个国家里面如果出现2次轮替的话，告诉我们说，第一，这竞争是真实的；第二，这个民主政治看起来比较扎根。这是我们用来评量的指标。是这个，当然回过头也会说，台湾为什么稍微可以臭屁一下，就觉得我们经过了几次的这些政党轮替当然稳定在走，但我觉得老师这样讲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些问题。老师讲台湾的选举公不公平，这样从小党来讲，会觉得台湾后来修宪对变成是所谓2党政治虽然很多人还在批判台湾，我们一直说台湾民主从来没有说完美，民主也不是不会贪污，但重点是我们喜欢，至少认为这是一个较好的一些方式所谓好在哪里呢？好在第一，它可以监督；是第二，觉得它有自我改善的机制。这我觉得是台湾得来不易的部分那当然谈到这个过去台湾这件事情，国民党当然一党统治也很长时间。从这个部分来讲，也许刚刚大家约略也会有答案。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时代呢？那个时候当然不民主，然后呢竞争也不够。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部分竞争。当时国民党都假的，不完全是。我们讲给大家听。台湾呢，从1954年开始就搞选举了，就开始搞地方选举。我们逐步开放，大概最后开放到什么地步呢？第一，乡镇长是可以选的；第二，乡镇民的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可以选的；再来，县市长可以选，县市议员可以选。过去呢，在戒严时期开到什么呢？开到省议员，但省长不开。是啊。所以第一呢，大家看到了大概有5种选举：乡镇长、乡镇民代表，然后县市长、县民代表再开省议员。就在地方选举当中，我们开了这么多。大家说开的不公平那国民党经常选赢，对，没有错，国民党经常选赢。但大家注意看即便国民党用了很多不公平的办法，第一呢，部分竞争是存在的。为什么说部分竞争存在呢？小党或者无党的候选人是可以当选的，是，当选之后呢，他真的有权利的。我还做过统计，那准确数字我就不说了，大体说起来，我就说县市长跟这个县市议员的部分，我们看到就是，过去呢，在戒严时期就是还没有民主化的时候。非国民党籍的人当选县市议员呢，平均大概在20%到25%，还没有那么对，是，也就是差不多有每4个到5个当选的议员有1个就是非国民党，还不是他能控，还是不他能控制。但我还得再说明一下，这个当选的这个1/4到1/5的非国民党议员里面当中，有些是国民党党友，是较为友善，较为友善的，我们再把它分一半。也就是至少这些当选的非国民党人当中，有一些是真的反对派。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非执政党或者小党候选人可以当选的机会，所以它不是一个公平竞争，但它毕竟是一个不真实的部分竞争，但仍然是不公平的。我必须得说明，刚刚讲的是议员呢，县市长的比例更低，县市长呢过去大概18个。然后我算了一下，非国民党籍当选的大概低于1/7，平均呢1/7，甚至到1/10，也就是18个，平均起来非国民党可以当选的大概1到3个，是，这1到3个里面呢，还有一半是国民党党友，所以真正的非国民党的反国民党的大概是0.5到到差不多1.5个，大概有1个呢是真正反对国民党的。那为什么县市议员跟县长有这么大差别呢？大家自己想个问题：县市议员只能叫，县市长是有实权的，所以国民党对实权部分抓得比较紧，但对那些叫的，我让你叫一叫就好了，所以他有一个宽严。那这样至少就是虽然不公平，但有部分的开放。但是我再说清楚部分开放而已，往上就没有开了，省长就没有开，对不对？但是呢，1969年之后开始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跟国大代表的部分台湾地区增补选嘛，名额非常少，比例非常低，国民党很认真参选，把大部分席位选回家，但是毕竟是开放了，所以当时人家问我说开了门很小，
他也很认真去选，把大部分选回家了。但是不要气馁，因为门一旦打开之后很难再关上。所以我现在准确定位一下，你刚刚问的是说，在戒严时期，国民党的一党叫做什么？用我们准确的话来说，它开放了部分竞争，仍然不公平，但是呢，它是一党威权。然后一旦这个门开了之后呢，它会渐进式的开放。所以1987年我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2000年第一次真正的政党轮替，2008年进行第二次政党轮替，2016年进行第3次政党轮替。有了政党轮替，不代表民主完全巩固，但至少代表说民主政治在这个社会里面基本扎根。那当然了，回到中国共产党的部分，大家也会好奇，那它现况的部分又属于哪些？我想大家听了这个台湾的过去的一党专政的这些发展，可能心里在想啊，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会开一个？我再纠正一下，不是一党专政，一党威权。一党威权的这个执政的状况之下，大家可能会想说，那中国什么时候会开一个小小的门？老师，那中国共产党你怎么界定呢？中国共产党不是没有开放过选举，开放过。在1980年的时候呢，曾经开放过地方上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开了几个名额，一看完就吓一跳，因为看完之后呢，在北京呢，有一些北大的学生居然当选了。这些北大学生呢，或许是共产党员，或许不是共产党员，但至少不是共产党同意下他去参选的。不管他身份如何，但他是不同意的。所以在共产党没有同意，而共产党没有掌控情况下，他们当选了。当时我们以为说这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化的契机，结果昙花一现，就这一次。后来又关起来了。所以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第一没有竞争。这没有竞争不是不值得竞争，这没有竞争是不容许竞争。这第一点我们看到的。第二点，不但不容许竞争，它根本不容许挑战。任何人挑战、质疑什么等等，就抓走。最近我们过去做了很多有关维权的这事情，维权人很多都被抓走了，对不对？没有几个现在还好好在外头的。很多维权根本也不是在挑战你体制，真的就是有劳工阶层他被欺负，老板欺负，然后他去这种律师他也抓，我真搞不懂。第一那个。被欺负的劳工被抓了，然后帮被欺负的劳工去打官司的这些维权律师也被抓了，所以连律师都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那这个社会是很可怕的。那更近的例子就是，有前几年这个习近平就是上来没有多久，有一个大学生在网络上看了习近平吃包子，然后讲说习包子，就他被请去喝茶了。你在台湾讲说蔡英文或者那英文很菜，你会被请去喝茶吗？如果你被请去喝茶，我们要注意台湾的民主政治了。然后最近的传说，有人把所谓习近平女儿的讯息传到网上，就这些人全部先被抓了，现在被判刑，所以不容许挑战。第三个就是不但呢没有竞争，不容许挑战，而你必须支持我，你不支持我都不可以。在别的社会里面，在国民党那时候就是。你不反对我，我很高兴；你不支持我，那没关系。我不是要你一定支持我，你支持我当然很高兴。但在共产党社会里面，你不支持我都不行。我们看一个例子，法轮功。法轮功不是不支持共产党，法轮功是信神的，他是真正相信有神的，所以这些人认真回家去修炼去了。共产党说不行，你不能信神，因为我是无神论，所以你必须的信仰跟我一样。你不但不能信神，而且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共产党。所以换句话说，在共产党逻辑里面，我共产党比神还要大。你信中共呢，比信神更重要，比信神佛更重要。所以你必须支持我。最后就是那个不容许挑战，你必须支持我不说呢，我根本动员你来支持我。什么叫动员呢？你想躲在家里都不行，躲在家里都不行。大家都很清楚，大陆的庙宇里面和尚很多不是真的，道观里面的道士那些道长不一定是真的，尼姑庵里面尼姑不一定是真的，连天主教会教堂啊或什么这基督教的教会教堂都不一定是真的。为什么呢？除非是地下教会，只要是表面上的，中共都渗透去掌握。大家看到很多这些，现在看到少林寺有 CEO 嘛，
台湾如果说行天宫出一个 CEO， 你有什么感想？或龙山寺出一个 CEO， 龙山寺竟然变成上市发股票了，你有什么感想？好特别，他可以，他可以。所以你觉得说大陆少林寺是一个谋财赚钱的一个单位呢，还是一个真正修炼的单位？这东西严格说不能怪和尚，要怪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让他有这个空间。这就所以我说，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呢，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党专政的社会。是，其实刚刚明老师有提到说，这个在台湾批判蔡英文，这个会不会被请去喝茶？我必须说啦，可能包含这个反对这个台湾政权在批判小粉红，很多都说哪里没有？你们台湾不是流行不叫喝茶，叫查水表？有啊，你们都什么骂了谁谁就被查水表，就干嘛？来，我必须持平来说几件事哦。第一个是因为台湾是法治的社会，通常有些被查的原因是什么啊？有人提告了，对我来讲，行政程序上我要走啊，我不走我就渎职，对警察也很为难。那我程序上要走的时候，就说你看你有警察来查我，但就有人提告，有人检举，最终的结果还让那个被查水表的人还是可以就是站出来痛骂，然后骂政府骂什么，就显然他并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人身的威胁啊等等，就说有人会错把民主在正常的法治程序里面当作是那个威权时代这种差别，我觉得那是一个恶意的随便栽赃。在台湾，老实讲我不敢讲全部，我人不喜欢讲满话，一定也许有狗屁叨叨其他的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只能说苦了我们的公务人员，有些时候他就依法必须去做程序上的一些处理，但可能都会被恶意的做一些解读哦。那另外当然谈到老师也谈到今日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哦。有人当然会提到说，那台湾版的一国两制，还是有人在提到要这样子啊？觉得会有这么糟吗？这个虽然大家一直说香港不好，真的是如此吗？老师你怎么看来看着这样的现象？我先说明一点啊，我没有说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我说有人这样说哈，这第一个。第二呢，我们上次不是讲过说台湾版的一国两制如果真的实行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吗？那就有朋友问到我说真的会这样吗？什么的？我说不是会发生，我只是告诉各位说，如果一国两制在台湾实行，它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大家听完之后比较释怀。那今天因为我们讲一党呢，我们就讲说，如果这个一国两制在台湾施行的话，那么这个政党政治，台湾政党政治会变成什么样子？第一呢，台湾现在有完全竞争，现在我们已经很确定了。那么每一次大家去选呢，都选得很辛苦啊，每个人都没有把握说这次我一定100%会选赢，那总还是有没有把握的时候，所以大家都会说我到6点钟、7点钟看结果之后，我出来放鞭炮，然后我来预告当选什么等等。那也就是说有完全什么有完全竞争？我们再说一次，什么叫完全竞争呢？每一次选完之后，民进党都必须认真努力说，希望下次我能够选赢。然后国民党也认真努力说，希望下次我能打败他，我能再赢回来。大家都这样讲，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竞争的一个指标，当然不是唯一指标，那是第一个。所以现在是有的。好，那么如果中共来了，然后中共把一国两制套在台湾头上，慢慢的第一件事情，他会修改选举办法，限制有些人参选，然后限制结果就是让完全竞争变成部分竞争，退回去了。所以有些人不能参选，或者有些选举呢我们不让办。现在中国不在香港不这样做了吗？是，有些人不让参选，我们定什么呢？爱国者治港，以后要叫爱台者治台。我们一定不属于爱台者。我们大概都不是了吧？对，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好，那么所以第二步呢会变成部分竞争，从完全竞争变为部分竞争。然后再来呢，它要搞成假竞争。什么叫假竞争呢？看起来有竞争，看起来甲乙丙丁很认真跳进去选，但是选来选去大家都知道乙会当选，因为原来就安排他会当选，所以大家这边弄呢只是走个过场热闹一下。香港现在修改选举办法呢，最后就走到这一步，大家热热闹闹搞完，最后呢是共产党当选。好，等到共产党当选之后，有一天就告诉你说什么吧，不要麻烦了，不准竞争，选也好不选也好，反正就是我。大家看到这个中共最近通过了什么法案？那个叫做什么零票反对吧？是的，还是1票反对？1票弃权，0票反对，然后这多少票通过，并不奇怪。在中国大陆，如果真的有几百票反对或几百票弃权的话，我们还真的为这个社会高兴。中国大陆每次讲说我们都是全数通过，我告诉你，全数通过恰恰告诉你没有真的东西。
真的东西是没有全数通过的，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看了半天，我们讲说一党制讲到这里呢，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如果一党制呢走下去呢，我们有很多指标可以看见。如果一党制推到台湾来，或者说中共的这种一党制推到台湾来的话，那台湾真的会大倒退。是，我想台湾的民众在过去的不管透过选举或者在许多的民调里面，应该非常清楚的拒绝一国两制。老实讲，这非常清楚。台湾大多数的民众头脑目前还清醒哦，当然就是有一些我觉得还会唱和，会吆喝说鼓励中共来武统。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政治人物或民众到底在想什么。大体上，我觉得台湾民众应该做出了清楚的选择，只是讨厌的部分跟让人气愤的部分是中共却还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对台湾进行各式各样的打压。那这个当然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这也是为什么他已经没有步了，他必须用武力、用威吓的这些方式哦，来逼迫你台湾来这个屈服哦。这当然也是我们觉得台湾还必须要再做一些更大的一些努力。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在做这种节目的感受很深。我像明老师这个语重心长更大的部分是。中国的民众，你们自己真的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政权吗？我不懂，这跟我们自己觉得台湾人有人这个呼吁武统一样。我相信中国大陆的朋友，你们会希望这个一党专制在治理吗？我想象一个你们现在也习惯的商业机制，你可以想满个大街都是同一家店、同一个老板，服饰店都同一个老板、同一个集团。不是满个街都是同一家，满街只有一家。哦，满街只有一家是吧？对，应该是这样。这怎么会是如此呢？这个是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吗？我觉得这值得来思考了。我想这真的也有违人性的本身啊。那我还是认为，中共有许多的说法，你仔细把它解析，它真的就是看不起中国的人民。我觉得那是对中国人民许多我认为在知识、智慧还有点良心的这些朋友来讲，我觉得那不是一个莫大的侮辱。我想我们这个要持续努力。今天也谢谢我们居正老师带来我们对于一党制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看法。我们也希望让所有特别如果在墙内的这些中国大陆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再次感谢明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